你还记得你为什么喜欢摩托车吗？这是一辆风靡全球的经典摩托车，本田 Super Cup。萨瓦迪卡，捧次格拉卡，印地到了高速长孔棚。大家好，我是南城华先生。Super Cup 系列的摩托车呢，拥有超过全球1亿辆的销量，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摩托车型号。起初，本田只是想做一台人人都可以骑的摩托车，那么 Super Cup 就诞生了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泰国版本的 Super Cup 110。现款这个 Super Cup 这个车型呢，坐垫从分体座又变成了一体座，它是一个整体的。起初我看到这个座的时候，我飞过一什么东西？起初我看到这个座的时候，我感觉这个座不好看，我还是觉得那种分体的比较好看。但是这个座呢，在我经过了跟我自己的 CT125去做对比，我发现这个座比 CT125舒服太多了。它坐垫比较长，我往前坐一点，往后坐一点，都可以。而且它的宽度比较窄，它对我自己本身没有那么大压力，乘坐的舒适度其实远远高于 CT125。那其实也符合这台车的定位，因为这台车就是想让你好骑、经济、实惠。它的配置呢，在目前的这个所有摩托车里边算非常非常的低。如果高情商版本应该这么说，它的配置相当的复古。如果低情商，它配置太 low 了，没有碟刹，更别提 ABS 了，辐条轮毂，关键它里边还是带内胎的那种轮胎，不是真空胎。但它也有先进的地方啊，比如说它像这个仪表还是以前那种机械的指针仪表，我非常喜欢这种指针的仪表。它现在也结合了一些现代的科技啊，比如说它这仪表是机械仪表，但是带液晶显示屏，有了这个公里数的显示。它的灯光上来说呢，只有大灯使用了 LED 大灯，但是这个大灯在晚上照明非常够用，包括转向灯和刹车灯使用的全是卤素灯泡。你看所有的这种钥匙门啊，也都是用传统的机械钥匙去打开的。包括它的坐垫，包括它的钥匙门啊，就非常传统的这一种机械钥匙，而不是像很多的这种无钥匙进入的。当然，本田无钥匙进入的车也没几辆啊，就那几个踏板的和大个的那些车，对吧？说说这辆车的驾驶感受，因为我自己本身是 CT125车主，我每天都骑着我的那台 CT125在清迈的街头晃悠，然后突然间骑到这辆车之后呢，我会发现好像很别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那个车把比较宽，所以我的驾驶是这样的感觉。但是这个车呢，它的把比较窄，我就变成了这样的感觉。当然，我这个比喻是有点夸张的啊，是为了让你们更清楚它的感觉上的差距。我的姿势，驾驶姿势发生了变化，我的舒适程度也发生了变化。我坐垫靠前靠后又有一些变化。怎么说呢？但是好就好在，就刚刚说的，它的坐垫非常长又细，我可以很轻松的找到我合适的坐姿，我可以往前坐一点，也可以往后坐一点。如果我觉得我胳膊有点难受啊，我可以往前坐一点，我就可以把肩打开了，对吧？如果我觉着我想往后坐一点舒服，我伸直一点也可以，我就往后坐一点，就解决了我刚才说的这个把。因为它主要是跟 CT125不一样啊，但是它跟好多摩托车其实宽度是差不多的，都比较窄一点。然后另外一点呢，我的身高是多少？我记着以前是1.8米，可是后来呢，就是体检呢，有时候量1.79米、1.78米、1.77米，反正越量越矮吧，咱不说吧，就那意思。但是我骑在这个车上呢，换挡的时候有一些费劲，尤其是在退档的时候，用脚后跟来踩后边这个退档的时候呢，我好像有点拧不过来这个感觉，我必须要把脚侧开才能踩到这个脚后跟，或者我是拿脚尖来点这个退档。在这个退档的时候，对于我这个身高的人来说，是稍稍有那么一点不舒服和费劲的。整体的运行的品质，包括骑起来，它很本田。虽然它只有 CT125差不多一半的价格，但是它的驾驶感觉并没有比 CT125差很多很多。它有的时候你会感觉比 CT125力量还要来得足一些。我觉得它这个车的全段输出都很有劲儿。
就从低转速到高转速，然后再到换挡，再到更高的档位的时候，它开起来都非常好。有一点区别就是，比如说 CTR5，我要用3档起步，几乎就是启动不了了，就是起步不了了，走不了了。那这个车有的时候你会忘了换挡，然后你用3档也能勉强起步，但是这样肯定会烧离合器啊，千万别这么做啊。说到这个档呢，上边就有一个档显。在这个表上面是有档显的。这个车呢，我大概骑了100公里左右，在清迈的市区，在清迈的这种快速路，还有这个上山、素贴山，我都感受到它的不同的路况下的行驶感，包括雨天。我也感受了。我们在这期视频的上集呢，主要就聊聊这个车啊。这期视频的下集呢，我在素贴山遇上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吧，就那一天当中遇上的有意思的事儿。因为上集呢，主要就想聊聊这台车。这台车呢，我觉得我也不想给你报这个技术参数，我也不想跟你过多的说配置，我甚至不想聊售价，也不想聊改装，我就想说这个车骑起来，它是一台摩托车，它能给你带来最纯粹的摩托车的乐趣，让你感觉你在骑摩托车。虽然这个车的排气量是110cc 啊，具体是多少啊？反正它叫110，我的车叫 CT125。但是这两个车从起步阶段、加速到极速，我没有感觉到明显的区别，大约15cc 的排气量啊，它们就相差这些排气量，你没法感觉到它们有很明显的区别。动力输出反而我觉着这台 C110来的更加的舒服一些。我说的是在原厂的状态下更加的舒服一些。比如说在上山的时候，我骑这台 C110用3档上很多的坡是可以直接上坡的，但是骑我的 CT125就必须降到2档。这可能跟车的设定有关系，但是我觉得对于一台以通勤买菜工具为主要的车，那么 Z110它做的这台车做的非常的不错，不用让你过多的想我必须要改一个牙盘，然后我才能上山，我不用过多的想我必须要改装一个油冷，我才能保证发动机不会过热。它的设计绝对足够你用了。要说不足呢，其实也有，就是刚才说的配置低，前后都是鼓刹，它的刹车性能真的比碟刹的差的不是一点半点，因为它前后都是鼓刹。像很多车尤其是踏板摩托车都是前面是碟刹，后边是鼓刹，这样呢也还能怎么说呢？刹车性能也还将就可用。但是这个车呢，刹车性能呢，你千万别激烈驾驶。如果你激烈驾驶，这个鼓刹绝对刹不住。我觉得 Super Cup 110呢，绝对是让你有了这台车呢，你可以通勤，可以代步，可以玩乐，可以跑山，可以出去郊游，可以去露营，它完全可以达到你几乎90%以上的需求。那我说那10%达不到呢，可能是你追求刺激想去越野，或者是想追求竞速等等等等那些激烈的驾驶，它不能提供你，但是它能给予你的就是你对摩托车最原本的追求。你还记得你为什么喜欢摩托车吗？就是那一种原始的机械感，引擎的声音。Super Cup 110可以给予你能找到你对摩托车最原始热爱的那个感觉，而不是后期变了味儿的那种感觉。我喜欢它。